在西藏，龙族 Nagas 或鹿被认为是8种灵体的其中之一，它们是属于畜生道的强大众生。它们生活在有水源的地方，如溪流、泉水、池塘、河流、湖泊和海洋。也有少数的龙族居住在林地，如森林和丛林等地区。龙族由8个龙族王所统治，他们通常被描绘成蛇形的生物，或者是拥有人类上半身和蛇的下半身的生物。他们也可以以大蛇、青蛙或鱼类的形象出现。人们普遍认为龙族是威力强大的一种众生，也是巨大财富的代表。然而，龙族并不是已经开悟的众生，他们还是属于6道轮回中的众生。因此，作为佛教徒的我们，不可以皈依他们。龙族是非常爱干净的众生，他们厌恶负面的行为，包括杀害动物，因此肉类的气味会令他们非常厌恶反感。龙族也无法忍受酒精或其他麻醉品的气味。当有人破了他们与上师的3昧业界时，他们也会被冒犯。龙族也十分敏感，一旦有人污染他们的环境，或破坏自然的动植物，或做任何破坏性土房工程，或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筑时，他们会变得非常不高兴。同时，当生活在他们土地上或附近的人们不和谐和争吵时，他们也会感到不悦。如果我们以任何方式冒犯了龙族，而且如果我们在前世与他们有业力关系时，他们就会伤害我们。这些都是龙族被冒犯的迹象。在极端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被龙族上身，甚至死亡。作为能够控制天气的众生，当龙族不悦时，他们也可能会制造严重的旱灾或水灾。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安抚龙族。当龙族欢喜时，他们实际上是可以制造有利的天气条件的，比如呼唤或阻止下雨，使当地风调雨顺。欢喜的龙族也可以改善一个人的财务状况、名望和健康，他们也可以增加和平与和谐，而且在生活中也可以消除各种障碍和疾病。然而，龙族是非常敏感的众生，除非我们有具格上师的指导，否则通常不建议我们供养龙族。以下是几种可以用来安抚龙族的方式：供养和念诵龙族祈请文。向龙族做供奉和诵经，不仅仅只是为了安抚他们，这也是为了平息我们不小心对他们造成的任何伤害，因为我们改变了他们的环境，而使他们受到了伤害。另一种安抚龙族的方法是念诵对龙族表示歉意的经文，这个可以在龙族日或任何时候念诵。在从事建筑工作或任何扰乱土地的工作，或可能被土地和水道在无意间中造成污染的情况下，我们能重复念诵这个经文是很好的。这个经文可以由任何与上师保持良好的3昧业界，并且很好的遵守誓言和承诺的人念诵。此外，我们应该在念诵的前一天和当天严格持素，使自己保持干净，因为龙族对肉类和酒精的气味非常反感。随着这个经文的念诵，我们可以燃烧龙族香。这种香是用天然草药制成，它不含任何动物成分，据说它的香味可以安抚龙族。我们还可以将贡品放在水道和土地附近，但这些贡品不能含有任何动物成分，否则将会更加激怒龙族。对于那些被龙族干扰的人，或者那些因工作关系而可能做出冒犯龙族活动的人，你也可以念诵安抚龙族的经文。龙族通常不是那种会无缘无故伤害我们的众生，但我们的疏忽可能会使他们受到伤害和冒犯。如果龙族激怒了，他们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多保护自然环境和减少污染是明智的。龙供法会。龙供法会主要是为了安抚可能被冒犯的龙族，或取悦活跃在人们希望居住、工作或开展业务的地区的龙族，特别是在建设和发展项目方面。这个法会结合了传统的供养香和仪式斗马供养给龙族。这个法会也是为了增加龙族居住地方的和谐、和平与繁荣而举行的。龙供法会也可以帮助治愈由龙族造成的癌症、中风、惊厥、皮肤病和传染病。龙族保平。
龙族宝瓶或 Lubom 是经过仪式密封的宝瓶，专门用于把龙族的能量吸纳到瓶中。这些宝瓶通常包含龙族的图像以及各种龙族特有的供养品，例如香、香木、草药、药物和宝石等。期间必须举行法会，以祈请龙族居住在宝瓶中，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我们供奉的对象，或用于特定的龙族祈祷仪式和法会。由于龙族是十分敏感的，所以迎请龙族宝瓶的拥有者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詹杜固仁波切极力劝阻他的弟子不要收藏龙族宝瓶。一般来说，龙族不会特意伤害我们，然而他们可能会因我们疏忽大意的行为，甚至是我们选择的食物而受到冒犯。当他们被冒犯时，他们会像一条复仇的蛇一样迅速发动攻击。据说不高兴的龙族无论花多长时间都会追捕他的目标，因此最好不要以个人的身份迎请龙族宝瓶回家。龙族之家，龙族之家是专门用来存放龙族宝瓶和属于他们的相关物品的神殿。由于龙族很容易被冒犯，因此将龙族宝瓶安放在龙族之家是明智的选择。我们可以定期供奉它们，并确保其周围环境清洁有序。龙族之家通常会建立在远离人群的山上或森林中安静的地方，这样做的重点是不要打扰到龙族。龙族之家的位置、方向、建筑材料和周围环境都有严格特定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特定的贡品和供奉容器可以和不能进行供奉的具体时间日期。因此，建造龙族之家是需要非常仔细规划的。一旦我们邀请龙族入住龙族之家，我们就必须确保他们不受打扰，定期供养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龙族之家将会对整个区域和供奉者带来巨大的好处。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终结来说，龙族是威力强大的一种众生，他们有能力控制天气，提高生产力和带来好运、财富和正能量。然而，他们也十分敏感，一旦被冒犯，他们可能会构成疾病、障碍和自然灾害。最后，愿将这个视频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母亲众生，愿一切母亲众生离苦得乐。